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虎的老车。今天吧，老车想在说剧之前问大伙一个问题：你说如果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你是选择当一名长得甜美、气质佳的文艺女青年，还是选择去当一个沉着冷静、及时止损的经济适用男呢？我想，无论男女，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个年龄段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可能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老车的说话风格，无论是评论剧还是评论电影，一向都是有啥说啥，咱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玩意儿100%的人我不敢说啊，但是90%以上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选择像老车这么选。首先，那些感性的人和那些没有多少情感经历的青年朋友，一定会选择去当一个校花；而那些有一定生活阅历还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谈情说爱上的人，一定会选择后者，去当一个经济适用男。当然，老车说的这些废话呢，也不是说给大伙当什么情感导师，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贯穿着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剧，就是这部由一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老实讲，刚开始我看这剧简介的时候，我是一点看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你看这简介啊，又是才女又是独立女性的，我寻思这不就是变着花样的拍玛丽苏吗？不过这你也不能怪老车，因为近些年这种烂剧太多了，我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可咱话又说回来，当我看完10来集之后呢，发现这剧还真不是。你看，要不我咋说他这简介坑人呢？应该这么说，他这剧的歌词大意不应该叫玫瑰的故事，应该叫玫瑰她家的故事，因为女主黄一梅她家里还有个亲哥。而这部剧呢，既不是什么大女主剧，也不是像什么春色寄情人那样爱的没完没了的那种剧，而是一部主线与副线并行的都市情感剧。可以说他这剧的定位非常准。当然，至于我为什么说它准呢，这里面有2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网上有很多朋友都说女主非常悬浮。你看，女主家里又是书香门第，又有才华，长得又漂亮，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众星捧月。可以说现实中这种例子非常少见，而且根本就不接地气。但是编剧有一点就非常讨巧，不知道原著是不是这样的啊？那就是这部剧是一个主线与副线并行的剧，因为这里面剧情一开始不光说女主那条线，他也说女主她哥黄振华那条线。真的，你要说女主这条线悬浮吧，她也不算悬浮，因为你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优秀的人。不信老车就给大伙举俩现实的例子，比如说林徽因，你看人家林徽因长得又漂亮，家世又好，而且还有才华，可以说咱们国家的国徽都是人家参与设计的。你能说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吗？还有比如说老车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爵士歌手戴安娜·寇，说白了，人家家里本来就是音乐世家，出道即巅峰，可以说她在音乐的道路上顺风顺水，也没有什么困难。所以你能说这样的人不存在吗？换句话说，咱只能说这样的人不接地气，但是不能说人家悬浮。但是如果你要问到接地气的事儿呢，那就不得不提到女主她哥黄振华了。当然，编剧扩大女主她哥的戏份吧，我估计也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不信你就看女主她哥黄振华啊，沉着稳重，而且还有上进心。虽然咱不能说他是大富大贵，但至少事业也是小有所成，而且在爱情上呢，也懂得及时止损，不去纠缠别人，也不麻烦自己。可以说，女主她哥属于典型的经济适用男。这不仅符合剧中当时的20年前，它也符合当下的一些现状。而且不光是接地气的问题，女主和女主她哥的婚恋观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说，编剧在这方面处理的也比较到位。而且女主她哥让佟大为来演呢，也比较合适。可能总看佟大为演戏的朋友都知道，佟大为无论演什么角色，演的都非常生活化，从来就没有端着的时候。而女主黄一梅让刘亦菲来演呢，也恰如其分。所以说这里面演员阵容啥的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而至于刚才我说这剧另一个定位比较准的点呢，我留到后面再说。咱们呢按照惯例还是得说一下这剧的歌词大意。首先，这剧呢主要讲的是女主黄一梅和黄一梅的哥黄振华俩人的感情线。一边呢，女主黄一梅从一个从小被男孩子包围，然后对爱情充满理想的小姑娘，在有了初恋之后，激情散去，发现爱情根本就不是她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而女主呢，也在她这几任男朋友的情感纠葛中慢慢走向成熟。虽然说女主在这过程中爱得轰轰烈烈，但这其中的痛苦和蜕变也只有她自己知道。而另一边，女主她哥黄振华呢，虽然说没有女主那么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但男主他老实可靠，及时止损，也未尝不是良配。当然，也正是剧中女二苏更生这种经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的这种成熟的女人才会了解男主的好。而女主和女主他哥呢，在感情上也正好是2个相悖的面，这也呼应了我开头跟大伙提的那个问题。如果说你是一个感性的年轻朋友，在选择女主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一个点，那就是
你内心是不是一个脆弱的人。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女主一样，在经历几次失败之后都能重拾信心的。说白了，你要是内心强大行，活的就跟张曼玉一样；但是你要是内心不强大的话，那你就秒变阮玲玉了。所以说，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像女主她哥那样的道路，因为大伙都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激情过后往往都是趋于平淡。你像当年陆小曼那么激情的人，最后不也是在一个小屋中教别人画画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看你自己的心态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但如果我要是女主的话，我是指定不可能找庄国栋这样的人。你看女主这第一个对象庄国栋，人家本来就是处理外资事务的，你看他平常又是当翻译，又是联系各地展览的。应该说，就算庄国栋不去法国工作，他在国内他也是各地跑。而女主黄一梅开始呢，对爱情的掌控也比较强，所以说异地恋对于他俩来说就是相互折磨。而且别说这是个电视剧了，就算是现实中，你看那些影视明星，可以说就因为聚少离多的事儿，不是离婚就是出轨的。当然我说的这个东西吧，它也是根据个人性格决定的。可以说有的人家异地恋5、6年都没事儿，但是有的人比女主还像私家侦探似的，就算没事儿也得查出事儿来。要不为啥说市面上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都要以俩人在一起而结束呢？因为在一起之后可就不是靠激情就能维系俩人之间的关系了。所以说像女主这样大起大落的感情生活我是受不了。当然倒也不是说完全受不了，主要就是心累。尤其是女主这种漂亮的女孩，可能有的人就会羡慕女主这种凭着长相就能在工作上顺风顺水的人。但是说白了，那也得是建立在你平时会来事儿、会察言观色的前提下。你想想，如果你要像剧中白小河这样的，你也没法混职场啊。而要换到剧中男主，也就是女主他哥这边呢，那就更有值得我们男性同胞学习的地方了。老实讲，刚开始我说学会及时止损，我都说委婉了。咱说点不好听的，就是你得有自知之明，别跟开场那个周世辉似的，不光自己没有自知之明，这边都订婚了，还舔着脸去追女主。而且这个周世辉是撇下了曾经和自己住地下室患难与共7年的女友。真的，这种人说白了都不是不是，而是不仁不义。不信你看看人家女主她哥追女博士，人家委婉拒绝之后好说好散，这样也能给彼此留下一个好印象。用咱土话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别干那种癞蛤蟆扑脚面子上不咬人膈应人的事儿。而要说到之前我说这剧第二个定位比较准的点呢，那就是这剧知道自己想要拍的是啥。你看之前咱们说的什么一路朝阳、最初的相遇、最后的别离，还有什么春色寄情人，这家伙感情戏还没等给你拍咋地呢，就给你先说什么职场、缉毒、返乡创业的事儿。真的，你要说你能拍明白专业戏吧也行，结果拍完了还是漏洞百出，那你说你这剧到底侧重的是啥？而换到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玫瑰的故事》呢，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你看，无论是女主黄一梅当总经理助理，还是黄振华当部门经理，剧中从来不表他们工作上的细节。你是说女主办展览怎么场景布置啊，还是说男主怎么建筑设计啊，都没细表。可以说编剧和导演这么做就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不细说专业戏，我就不犯错。不信你看那些借着都市剧细说职场的、细说缉毒的、细说返乡创业的，结果主角工作的戏份拍了那么多，反倒让观众抓住了剧情的逻辑问题。所以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玫瑰的故事呢，人就不碰这些问题。说白了，人家专注的就把男女主的情感历程说好就完了。当然这剧我做视频的时候也才更新了12、3集，后面具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目前的剧情来讲，这剧及格应该是没啥问题了。虽然说这剧的总集数是38集，可能是有点注水了，但是肥皂剧就这样也没有办法。你看国外那些和玫瑰的故事差不多结构、差不多剧情的剧，我就说我看过的啊，例如《伦敦生活》，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多集，但是它也是分了2季拍。这里面女主也是从一个邋里邋遢、神经大条的女孩蜕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可以说和玫瑰的故事的结构都差不多。总之这种剧只要是拍的不烂尾，一般都没啥问题。反正我猜啊，这剧再改编也改编不了张曼玉和周润发演的那版那么狗血。这家伙演的女主就跟好像有恋兄情节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女主找了一个他哥的转世呢。不过咱话又说回来，截止目前为止，玫瑰的故事剧情还算不错。至于后面的剧情怎么样吧，那咱们就得等大结局了。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还是比较期待佟大为和万茜这条线的。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和老车一样有同感的啊？我看网上好像有人说小说里黄振华和苏更生在一起了，也不知道对不对。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